魂兮归来，应天府锦衣卫小旗李小牙，生于庚午，死于坠落。莫回头，莫留恋，黄泉路上好生走。道长，麻烦快点，天太热了，别把我家少爷放臭了。这李小牙也真不是享福的人，这才当选小旗不到1个月就横死了。他呀，见色起意，因为抢着见花魁，才会被别人从青楼的楼上挤下去摔死的。还真是牡丹花下死啊，死得冤呐！诸位，刚才听到了吗？道长，定是少爷生前怨气重，你快再施施法。我操，这入殓模拟实验做的也太逼真了吧！这棺材是实木的，诈尸了！黑狗血，快拿黑狗血！谁找我？冤有头债有主。好，是道长说你没断气才做法的，你有怨气就找他，千万别找我们啊！你到底是哪路野鬼，夺舍了这小个的皮囊，速速从他身上下来！夺什么舍？老子是李小丫。道长，你这清心灵落了2个白，触发也不对，职业水平太差了。热的，这是活的，少爷你没死，太好了！道长真是胡说八道，什么夺舍，分明就是道长自己胆子小，差点把活生生的少爷给活埋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。本官命大，阎王爷嫌我太帅不收。来福，去给弟兄们拿点赏钱，压压惊。原来是诈死，这小旗官的位置还得他李小牙坐着。怎么了？让你发赏钱，你发什么愣？少爷，没钱了，不仅没钱，刚才这副棺材钱还是我赊回来的。不至于吧？我爹好歹是个百户，我再不济也是个小旗。这宅子虽破，宅子已经抵押给银购赌房了。少爷，你回魂面前在赌房输了个精光，欠下厉鬼力整整3000两银子，刚刚债主还上门讨债了。多少？3000两？那是多少钱？折合白银200多斤。刚才赌房的人说了，如果您今天死透了，他们就收尸抵债。既然您活了，明天一早他们就来抄家，顺便把你卖到黑矿场去。我再躺回棺材里行吗？李小牙，听说你诈尸了，活了正好，把那3000两银子和房契准备好，老子明天来拿，少一个派件卸你一条腿。3000两，我刚穿越过来就要变成大明第1副武了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老子在现代是殡葬业翘楚，还没等给别人办白事，自己就要先变成白事的主角了。3000两。大明朝的小旗月薪才几个子儿，少爷，要不咱跑吧？南城兵马司那边我熟，咱去牢里躲几天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来福，去把那道长刚才留下的朱砂、糯米还有白灯笼全给我收回来。好，少爷，您这是要再死一次？死什么死？这叫资源整合。既然他们觉得我是诈尸，那老子就诈个大的。少爷，您慢点儿。李小牙，滚出来！别装死，我知道你躲在里头喘气呢。你在这装神弄鬼什么？房契呢？银子呢？赵老板，银子没有，但我看你印堂发黑，眉间有煞，不出3日必有血光之灾。这口棺材是我昨晚亲手打磨的，金丝楠木贴皮，冬暖夏凉。你要不要先躺进去试试尺寸？姓李的，你吓唬谁呢？给脸不要脸！兄弟们，给我砸，把他那2只爪子剁下来抵债！魂兮归来，孽障退散！赵老板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锦衣卫，专门管死人的。刚才我掐断了你的生门，这世上除了我，没人能让你活过今天傍晚。大人，李大人，有话好说。3000两银子，我确实没，但我知道南城王百户家刚死的小妾身上陪葬了一颗夜明珠，这消息值不值3000两？王百户，那可是您的上司。上司个屁！老子现在不仅要债转股，还要把这帮地痞变成我的殡葬一条龙外包团队，那是他的事。现在，你要么拿着消息滚，要么我这就送你入关。来福，给赵老板量体裁衣，准备发丧。好嘞，少爷。赵老板，您喜欢圆头棺还是方头棺？李小牙，你狠，算你诈尸诈的彻底。走。3000两，呵呵，在大明朝搞殡葬垄断，3万两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少爷，您刚才说那夜明珠的事儿，骗他的。我哪知道什么明珠啊？我只知道从今天起，南城这块地的白事儿姓李了。少爷，咱们这好歹是锦衣卫衙门，您搞得跟白事铺子似的。
王百户一会儿准得把咱俩当成乱党给瘪了。寡我，他现在恨不得管我叫亲爹。昨儿个他那最宠的爱妾确实死了，可据我观察，王百户那老脸黑里透紫，那是典型的丧事办砸了，快要被索命的衰样。李小牙，你这混账东西！昨儿个诈尸吓跑了老子的道士就算了，今天把这弄得跟纸扎店一样是几个意思？诚心咒老子是不是？哎呀呀，大人别动，千万别动！你小子又发什么神经？下官哪是在咒您啊？下官是看到一团浓如墨泥的冤魂索命之气，正顺着您的天灵盖往下钻呢。您这脖子后边是不是发凉？晚上是不是总觉得有人在拽您脚趾头？你少胡说八道，不就是死个小妾吗？老子请了3个号称南城驱魔龙族的道士在做法，能有什么冤魂？驱魔龙族，我看是驱魔小龙虾还差不多。大人，那3位道士是不是说小妾是气血攻心而死？可下官听闻二夫人死的时候双指紧扣，眼皮狂跳，这在咱们行内叫死不瞑目，手抓活人。要是今晚不把这气氛压住，大人明天估计就能在那口棺材里跟他重逢了。小牙哥，你小子真懂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都给老子停了！这特么跳的是什么？野人蹦迪吗？这种步伐只会把二太太的魂儿惊得直接跳起来打你们天灵盖。又是你这诈尸的妖人，你懂个屁！我不懂，看好了，来福，起风！神了，二夫人这是要登仙了吗？这叫临终关怀舞美加氛围感 BGM。这帮古代土鳖哪里见过这种顶级策划？小牙啊，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被锦衣卫耽误的艺术家。这丧事办的，老子甚至觉得很有面子。说吧，要多少赏钱？大人，谈钱俗了。下官不要重赏，只要大人在那份公文上签个字，把南城所有无主尸首和突发白事的处理权全拨给我那个咨询处。那些臭烘烘没人认的尸体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啥？想改行吃绝户？大人，您只需知道，以后南城的白事出了乱子，李小牙替您背锅，办得漂亮，功劳是您的，您就安稳当您的南城第一慈悲官。成交，掌门的签，现在就签。少爷，咱费这么大劲，就为了去处理那些没人埋的烂摊子？来福，格局，南城每天死多少人？那些无主尸首里，有的藏着命案，有的藏着情报，有的甚至藏着藏宝图，这叫建立大明死亡数据库。有了这个，谁也别想在南城跟我玩花样。哪位业务上门了？既然来了，不如进来坐坐，顺便给我这新出的豪华版楠木棺提点装修意见。靠！我的地毯，你知不知道洗地毯多贵？我操！业务扩展的这么快吗？刚开业就有5星级大活主动加塞？少爷，这绝对是杀人不眨眼的劫匪，咱们快跑去喊巡捕！喊什么喊？官差来了，这银子和命就都不是咱的了。闭嘴，去门口守着。看到有人有晃动就学猫叫。伤在锁骨下3寸，贯穿上，看创口是军中的十字弩。这买卖水深的能淹死白虎所那头猪啊！救我，或者杀了我，把令牌带到风月楼。想死容易，想活的看我心情。别动，我这人有个职业病，看见活人快变死人，就手痒，想修补修补。军爷就在这儿，刚才我亲眼看见那黑影翻墙进去了，那是李小牙。赵大彪，你这孙子果然还是属狗的，鼻子真灵。来福，把那盆鸡血端过来，快！李小牙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有人举报你窝藏行刺知府大人的逆贼！大人啊，您可得为下官做主啊！下官刚才正在家研究防腐秘术，谁知那赵大彪带来的鸡血桶漏了，溅了一地。您看，这可是大凶之兆啊！少跟老子演戏！人呢？看见黑衣人没有？看见了，在那儿呢。大人，全是鸡，没活人。那是下官给王大人家二夫人准备的超度贡品。赵大彪非说看见什么黑影，滚走！大人，您是不是觉得下官业务能力太强，想让这赵大彪来分我的红？李小牙，
你给老子记着，少弄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。李大人，藏尸于技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救了我，但我不能留在这里。留不留是你的事儿，但这账咱们得算算。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刚才那几十只死鸡的钱，总共50两银子。没钱的话，如何？就把这令牌抵给我。我这人好奇心重，想知道这块刻着狗牙的木头为什么能惊动半个南京城的锦衣卫。这不是狗牙，这是白獠牙杀手的召集令。你拿了它，就等于进了阎王的预定名单。你真的不怕？怕什么？我可是大明第一殡葬专家，哪怕你真是阎王的人，进了我的门也得先交定金。来福，去风月楼订个座，顺便打听一下哪家千金最近想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法事。疯子！谢谢夸奖，这就叫富贵险中求，死人财更忧。姑娘，既然你没死透，能不能告诉我，风月楼里到底藏着哪个大人物？哎呦，李大人，哪阵风把您这尊大佛吹来了？咱们这儿可没死人，您那一条龙生意怕是跑错门了。胡姐姐这话差了，这世上活人早晚变死人，死人也有过活的时候。本官听说花魁于婉言姑娘最近忧思成疾，特地来给她做场活人法事，去晦气。活人法事，这家伙编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。李大人，婉绵身子不适，谢绝见客。您的法事还是留给南城的无主尸首吧。于姑娘，法事做不做随你，但这块骨头你总认得吧？李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就是昨晚有个死心眼的姑娘，非说要带这玩意儿来风月楼，差点把我那刚修好的黑木棺材弄脏了。李某做生意讲诚信，既然人救活了，货也得送到位。此子诈尸后竟变得如此大胆，连白獠牙的事都敢插手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屏风后头的哥们儿心跳声比打雷都响，那是典型的杀气。哎呀，于姑娘，你看你这屏风风水不对，阴气太重，极易招引白面獠牙的小鬼。来福，把咱们备好的镇宅朱砂喷雾拿出来，往那屏风后头狠狠喷2下。好嘞，少爷，管他是鬼是人，滋他个满脸红。李小牙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赶走的是南京兵马司副指挥使的门客？你一个小小锦衣卫旗宴，真想跟他们硬碰硬？硬碰硬多累啊！我是做殡葬的，最喜欢看人跟我硬，越硬入殓的时候越费劲，我也能多收点开金费。于姑娘，名单给我，我保你今晚不出这风月楼。什么名单？我听不懂。他用命换出来的东西，你跟我装不懂。白獠牙暗杀南京大员的名单，现在就在你这风月楼的账本里吧。锦衣卫南城办事处办案，统统不准动。我操，王百户这头猪今天动作怎么这么快？难道是来抢生活的？你刚才那2喷雾把他们的大管上引来了。李小牙，你这回玩砸了。砸？在我的字典里就没砸场子这一说。来福，在，把白灯笼全挂起来，告诉下面的人，这风月楼今晚有人大限已到，本官正在现场办公。李小牙，你个丧门星果然在这儿！有人密报你勾结逆贼，在风月楼图谋不轨，给老子把门撞开！拼了，我送你冲出去！冲出去？外面几10个火枪手，冲出去直接变筛子。老子是殡葬专家，不是自杀专家。于姑娘，借你的床一用。阿丽，去把窗户打开，弄乱屏风，装作有人跳窗的假象。人呢？逆贼在哪儿？这是什么味儿？大人呐，您可来晚了！刚才那黑衣人跳窗跑了，临走前给下了一道夺魂咒，少爷他又死了！又死了！李小牙这命是漏风吗？你命才漏风，你全家命都漏风。大人，窗台上有血迹，巷子里确实有个黑影往兵马司的方向跑了，追！别让那黑影跑了，那是升官发财的活口。晦气！来福，赶紧把你家这扫把星抬走，别在这儿坏了于姑娘的生意。哼，要是明天她再活过来，老子非亲手把她埋了不可。呸！李大人，你这死法练了很久吧？职业技能，
于姑娘，王百户这种蠢货好骗，但刚才跳窗的那个人肯定知道我在演戏，他没揭穿我，说明他也怕锦衣卫大队人马发现他的身份。那是兵马司的人，李小牙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？我站在银子这一边。于姑娘，这就是你要给我的名单吧？瞒不过你，这上面是南京6部里所有暗中支持白獠牙的名单，拿着它，你要么权倾朝野，要么碎尸万段。碎尸万段？老子缝尸的技术可是拿过奖的。哼，全不全的没兴趣，我只知道这名单上的人家里肯定都挺有钱。既然他们喜欢搞暗杀，那家里的丧事肯定办得起。哼，来福，记下名单上的名字，明天开始挨家挨户推销咱们的至尊合葬套餐。好嘞，少爷，第一家写谁？兵马司副指挥使赵大人，我觉得他家很快就要办大活了。哪儿来的锦衣卫？咱家大人还没起呢，有公事回衙门递折子去。这儿是私宅。公事没有，私事一桩。本官夜观星象，发现赵大人府上锐气之中透着一股子血腥味，特地带着本所最新研发的玄铁防腐特等舱来给大人避避邪。嘿，瞧瞧这做工，这漆面躺进去，保准您家大人三生有幸。李小牙，你个丧门星，竟然敢送棺材到府门口！我看你是诈尸诈坏了脑子，找死！李小牙，本官听闻你最近在南城胡闹，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你今日竟敢登门触我的眉头，你真以为有个百户的名衔我就不敢动你？动我？你那点家庭都在我兜里的主管里记着呢。赵大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昨晚风月楼跳窗的那位仁兄功夫不错，可惜撤退的时候踩到了我的追踪磷粉，现在那粉庙的味儿正从您后院那间耳房里往外窜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白獠牙的生意不好做。既然大人想当南京城的影子主人，那总得有个像样的帮手。王百户那头猪靠不住，不如跟我合作，我帮大人把那些不听话的名单统统变成我棺材里的客户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王百户派来试探我的？或者说，你是东厂的钉子？大人多虑了，我是个纯粹的生意人，东厂给的是死工资。我想要的是整个南京城的白氏大权。只要大人点头，南城那几家反对您的官员，我可以让他们死得神不知鬼不觉，而且葬礼办得体面，绝不让刑部看出半点破绽。有趣，李小牙，你果然是个疯子。好，今日这棺材我收下了，不过我要你那个投名状。今晚刑部侍郎刘大人要在码头接一批货，我要那批货消失，刘大人入你的棺。你疯了？真要帮他杀人？刘大人可是有名的清官。清官，在这大明朝，水清了没鱼，水浑了才好摸金。杀人多没技术含量。阿里，我可是个入殓师，我的专长是把活人装进棺材，然后再把死人变活。来福，准备好咱们的特制闭气伞，今晚咱们不去杀人，咱们去抢尸。少爷，这回是几人份的法事？大买卖，让南京城的爷们儿瞧瞧，什么叫大明第一魔术葬礼。等刘老头一路投，乱箭射死，再放把火，伪造成帆船意外。李小牙那小子呢？在那儿呢，推着他那口破棺材，说是来收尸的。大胆！何人竟敢深夜抬棺，冲撞朝廷命官？大人快闪开！您踩着地缚灵的头了！下官锦衣卫李小牙，见此地阴气化龙，特来借大人的命一用。啊，不是借大人的官威治这些疯子！给我轰出去！阿离，看你的了！着火了，快护送大人进棺材躲避。躲哪儿？躲棺材里！我不，大人您就委屈一下吧，这可是 VIP 远座。刘老头呢？中箭了，刚断气。下官职业习惯，顺手给装里头了。诸位，这热乎的尸首
我是带回衙门复命，还是交给各位拿回去领赏？哼，算你小子识相。把棺材走，我们要亲自带回去给赵大人过目。得嘞，各位官爷慢走，那酬劳的事，哼，少不了你的。做得好，李小牙，你这一手现杀现装的本事确实利索。打开，本官要看看这老顽固死透了没有。赵大人，猪肉涨价，这头200斤的极品替身折价3000两，抵账了。李小牙，我还没死，李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您在明面上已经殉职了，现在南城都在传您被赵万年暗杀了。要想活命，就得配合下官办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葬礼。你彻底把他得罪死了，明天他就会全城通缉你。通缉我，他得先过鬼这一关。来福，去发帖子，就说本官要在南城广场公开拍卖刘大人的遗物，谁想知道他的秘密，带银子来参礼。好嘞，少爷，我这就去。3000两银子算什么？这回老子要转空整个南京城的官仓。南城的父老乡亲，各位官爷，刑部刘大人遭遇不测，死状极惨，死前唯一遗愿便是委托我等进行遗物清算。想要刘大人留下的大礼包吗？买份鸡蛋入场券，秘密就在其中。这小畜生居然敢把刘老头的卷宗当成遗物拍卖，他这是要把我也卖了。大人，要不要直接动手把台子拆了？胡闹！这么多人在场，刘老头刚死，咱们动手就是不打自招。等那小畜子露头，直接射杀。是。嘿嘿，这叫追悼发布会，氛围感拉满。诸位，刘大人一生清廉，没留下金银，唯独留下了一叠关于南京城违建及地下贸易的调查卷宗。刘大人托梦给我说，这些纸太沉，带不下地府，想让有缘人出个安葬费领走，起拍价白银500两，600两，800，550两。我买他那本关于私盐码头的调查报告，600两。我要那份河道清淤亏空的记录，河道清淤亏空记录。就知道赵万年憋不住。各位快看呐，刘大人显灵了，他在里面不高兴了，说有人想劫他的安葬费，再加200两，保平安了。最后一件大礼包，刘大人的心血制作，题目叫《南京城里的狗牙与蛇洞》。这份卷宗，刘大人说了，不收现银。只要买家当众签下一份南城殡葬业唯一指定供应商协议，谁签，这证据我就送给谁销毁。李小牙，你真敢把这种东西公之于众？你要是敢，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广场。赵大人，您看您格局小了，我只要钱和生意，您要您的名声和官位。签了字，这卷宗就是一堆火纸；不签，这火纸明天就得烧到万历爷的炕头上。您选。现在卷宗没了，你可以消失了吧？谁说我只有一份备份了？老子可是复印机转世。撤！赵大人，期待我们的长期合作。哦，对了，顺便提醒您，刘大人刚才给我托梦，说他其实还没走远，晚上可能会去您书房要点茶喝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刚才那口棺材里其实一直是空的。来福，跑快点，这回真把天捅破了。李小牙，你敢拿空棺材炸我，给我追！掘地3尺也要把那主管里的配分抢回来！来福，跑快点！刘大人进了督察院，赵万年的白獠牙勾当藏不住了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刘大人活着，你也拿不到那3000两的安葬费了。你忙活半天，图什么？图什么？阿里姑娘，你对现代商业逻辑一无所知。刘大人死那是一锤子买卖，刘大人活那叫长期足性资产。只要他欠我一命，我在这南京城横着走，谁敢？少爷，可咱现在是被满城通缉啊，这横着走怕是有点难，横着死比较快。老王，别愣着，赶紧叫弟兄们换衣服，把咱那南城物业管理中心的牌子挂出去。小牙，赵万年可是副指挥使，他正带着兵马来拆你的骨头呢。他敢？他签字的时候，刘大人就在旁边看着。现在督察院已经接手了卷宗，赵万年要是敢动我，那就是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。他现在不但不敢杀我，还得求着我。名单在李小牙手里，若不除掉，组织不会放过你。除掉？怎么除？他在办事处门口贴满了我的签名协议，还雇了一群乞丐，全程宣扬我是他的商业顾问。我现在动他，明天全南京都会知道我是白的人。
阿离，名单我已经托刘大人送往京城了。南京这滩水混了，白拉暂时不敢冒头。接下来还有什么正事？咱们在南京不过是小打小闹，要想做大，得去京城。既然咱们已经拿下了南城殡葬唯一指定权，那接下来就是全城连锁。我要把南京城的青楼、毒坊、药铺全部整合，推出一套生老去死 VIP 全覆盖保险。少爷，那咱是不是要发财了？发财？来福，格局，老子要的是在大明朝建立第一个私人情报局，顺便把那些老六统统招安。诸位，欢迎加入小牙国际股集团，目标京城。在此之前，先让咱们那位赵大人把欠我的3000两精神损失费乖乖送到门口。李大人，我家老爷说这是给您的业务启动资金，请您务必闭嘴。来福，这生意不就做活了吗？给赵大人送张感谢信，就说我下个月还要死一次，请他预备好下一份礼金。少爷，3000两啊！咱们在南城横着买肉吃都能吃到下辈子了，咱真要按您说的，把这钱拿去进京折腾？没出息！南城是温床，京城才是战场。赵万年这笔钱叫封口费，但你觉得这种老狐狸会甘心一辈子被我捏着脖子？咱们不走，等他缓过气来，咱们就得真进棺材了。京城卧虎藏龙，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可不像王百户那么好糊弄。你带这口沉甸甸的黑棺材上路，怕是还没进城门就被当成反贼抓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移动办公通，里面装的不是尸体，是咱们进京的敲门砖。头儿，后方3里有快马奔袭的声音，提升沉稳，是军马。看样子咱们这位赵合伙人还是派人来送行了。崔珠，把咱们的路标立起来。学术交流，李小牙，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吃火锅？哥几位，回去告诉赵大人，我手里那份白獠牙名单的配份已经寄给了京城的3个不同部门，内阁、御史台还有南城的王百户。我要是死在路上，那些折子明天就会出现在万历爷的擦屁股纸堆里。你这个无赖！我不仅是无赖，我还是一个专业的殡葬师。瞧见那口棺材没？专门给你们留的，趁火锅还没凉，过来喝2口，还是回去拿遣散费？你们选。撤！可是南城李小牙正是不才。阁下是哪家物业的？北镇抚司沈炼，奉指挥使大人令，请李大人入京，顺便带上你那口棺材去给一位老人家相面。那个在电影里活不过2集的倒霉蛋，看来京城的单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呀。沈大人客气，既然是给老人家相面，不知贵司给出的润笔费够不够我这几位兄弟在京城买套学区房？来福，把旗子收了，换上咱们的新招牌。大明第一大内总家中心，咱们进城收钱。少爷，这儿的杀气比南城重多了。您看那几位官爷，看咱们的眼神像是在看2捆劈柴。怕什么？在这儿咱们是技术专家，记住，只要我们不尴尬，尴尬就是这帮整天杀人的粗粗。大人，南城小旗李小牙带到。李小牙，你在南京搞物业管理，又私藏逆贼名单，甚至还敢勒索副指挥使，你可知这每一条罪名都够你进这儿的暗牢关到下辈子？大人，罪名的事待会儿再说。下官看您这印堂发暗，眼袋臃肿，这是典型的积劳成疾，内火攻心。您这位置不好做啊，上面有内阁压着，下面有东厂盯着，中间还有白獠牙这根刺扎着。您缺的不是审讯官，您缺的是个专业清道夫。清道夫？我看你更像个惹祸精。你说过名单在3处地方去查了，王白长那儿是一叠废纸，内国那儿根本没收到折子。你倒是耍你的，大人，名单确实只有1份，就在这棺材底下的暗格里。但我今天带他来，不是为了交账，而是为了给大人送一个活证据。你把赵万年偷到了京城。这叫超长距离物流配送。赵大人在南京已经因公殉世了，现在他只是我棺材里的一件货物。大人，有了这件货，白狼牙在京城的上线，您还怕挖不出来？胆大包天！可你知不知道，赵万年一露面，东厂那边立刻就会咬上来，到时候我未必保得住你。保我干什么？大人，您只要给我一个身份，让我去办一场京城最盛大的葬礼，我要把这水搅得更浑，让那些白獠牙的真主儿自个儿跳出来认领尸首。沈炼，带他去西郊。从今天起，北镇抚司没有李小牙，只有一个叫鬼手入殓师的编外探子。记住，办砸了，这棺材就是给你自己补。得嘞，来福，通知阿离，咱们的京城旗舰店准备选址开业，第1张传单直接贴到东厂都指魏忠贤的大门口去。
大明东厂专属职场压力解脱一条龙。少爷，魏公公能把咱们全家都给解脱了。来福，这叫精准营销。京城谁压力最大？东厂那帮太监，天天算计人，晚上觉睡不温暖。阿离，传单贴好了。贴好了，东厂大门正中央那2尊石拉子的额头上也没落下。专业入殓，不论全尸碎块，保准拼得整整齐齐，让您走得有尊严。这哪来的诅咒动人没全尸？竟查查诅咒鬼手入殓师到底在哪，抓回来剁碎了喂狗。诸位公公，别急着动手。下官是北镇抚司新招的后勤顾问。听说东厂最近抓了不少白牢衙的刺客，审讯手法太硬，经常弄出残缺不全的证据。这不，本官特地带着技术来支援兄弟单位了。哼，北镇抚司的人，沈炼那木头也敢派你来东厂挑衅？拿下！这是骆大人的手书，我要见你们管事的公公，谈谈关于那批送不出去的尸体。要是耽误了魏公公的大事，你们几个够死几回的？送不出去的尸体，你什么意思是？我知道你们地牢里死掉那几个重要人证，我有瞒天过海的入殓符，能让死人相逢身份之必要出走。想不想听？李大人果然是南城出来的奇才，随家家进来吧。这一条龙的生意，公公想亲自跟你聊聊。这就是你要的客户，半个时辰把他们拼好化好妆，带出京城。办到了，你就是东厂的朋友；办不到，朋友，公公，我更喜欢当你们的黑金火人。来福打灯，阿离把我的针线包拿出来，今晚让公公瞧瞧什么叫大明的整形黑科技。撤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货这2个字。曹公公，麻烦准备几桶上好的烈酒，1大锅生漆，还有你们后厨房蒸馒头用的面粉。现代解剖学加古典入殓术，这就是跨时代的降维打击。神了，少爷，这死鬼怎么看起来比刚才还红润了？这眼珠子居然还能动，这叫傀儡缝风法。曹公公，给他们换上家丁的衣服，再弄2辆遮阳的马车，咱们这就送货上门。慢着！东厂的车奉命搜查，车内何人？哟，这不是刘御史吗？本官北镇抚司李小牙。这不，东厂的几个小公公昨晚喝多了，官正带他们去郊外吹吹风，他们怎么不说话？眼神还如此呆滞。宿醉嘛，见不得光。刘大人要是不信，可以上来亲口问问。杀！不要让证据落入东厂之手！来得正好，刘大人快躲开！尸体啊不，人证要炸了！李小牙，尸体没了，你给咱家的交代呢？公公，死人会说谎，但指纹名单我已经拿到了，尸体毁了，白牢衙的线索就只在咱们手里，这叫独家经营。现在咱们可以谈谈赵万年在京城的那个上线到底值多少银子了吧？好一个李小牙，你连东厂都敢算计。魏公公说了，你要是能活过今晚，明儿个请你去西柴司喝早茶。西柴司那儿的炭火让正好适合烧纸。哼。李大人，昨儿个睡得可好？魏公公可在里头等了你1炷香的时间了。睡得好，梦见魏公公请我吃满汉全席。曹公公，您这火气大，待会儿记得给我批点清火的菊花茶。就是你把赵万年装进棺材运进京，又把咱家那批货处理得干干净净。下公公谬赞，那不都叫处理，叫生态循环处理。货虽然没了，但该留下的东西，下官给公公带过来了。哼，赵万年在京城的上线是谁？说不出来个这西禅司的炉子里，就得多你这一块炭。赵大人的上线集锦从不露面，但我搜了他的司库，发现他每隔3月便往京城百草堂送一批司南金3木。公公楠木是做棺材的，可百草堂是卖药的。药铺收木头，这倒是有趣。不仅收木头，他们还收大量的砒霜。砒霜入药不假，但那分量足够把整个南城的鱼全毒翻。公公，这名单上的白牢衙，怕是不是在杀人，而是在养人。大人，这大半夜的，所谓何事？少废话！本官接报，你们这儿私藏朝廷违禁养生材料，搜！少爷，这儿死人成精了，全是站着的。这不是蜡像，这是失传已久的猛风术。这些人没死，只是被水银封住了经脉，成了活死人。曹公公，赵万年送来的不是木头，是装着这些活死人的空心棺材。养这么多活死人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公公，他们不是要杀您，也不是要杀百官。这些人身穿的是万历爷登基时神策营的旧衣，他们想在那场明百年祭天大典上，让这些死人活过来擒王。李小牙，这活儿北镇抚是接不住，东厂也得掉层皮，你敢不敢接？接？怎么不接？公公，这可是全大明最贵的一场阴宅改造计划，得加钱。
少爷，咱真要在这儿搞什么防暴预演，那地窖里的腊肉要是真动起来，咱这几百斤肉可不够塞牙缝的。李小牙，指挥使大人让我跟着你，是怕你被东厂灭口。你若敢拿这些活死人玩火自焚，我先斩了你。沈大人放轻松，他们不是腊肉，是精密电池。水银封脉是为了锁住最后一泄，这口气一泄，那就是大明版的狂暴战士。沈大人，你看，瞳孔收缩，肌肉僵而不硬，他们在等一个指令，而这个指令就在这些铠甲的缝隙里。这不是符咒，这是声控开关。只要祭天大脸上的礼炮一响，特定的频率会震动这颗黑色颗粒，产生热量融化水银封口，到时候这上百人会瞬间起势，见人就咬。李小牙知道的太多，葬礼就只能给自己办了。名单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找死！影兄别冲动，你以为我在这是搞装修？我是来改程序的。来福，接力，往那几个带头的腊肉脚甲抹磁石粉。开饭啦！你刚才做了什么？你真的能控制他们？控制个屁！我只是把他们的闹钟拨快了几分钟，但这法子只能用一次。沈大人，我发现这帮活死人里有一个人的脸，我见过。谁？我那在南城死掉的老爹李木牙。他没死，他被做成了这支死人军团的首领。真是老爷！老爷！少爷！老爷不是葬在南城后山了吗？咱当时还亲手刨的坑啊！李小牙，清醒点，他现在不是你爹，他是白劳牙精心炼制的兵器，一旦泄了气，他第一个撕碎的就是你。撕碎我？老子连阎王爷的胡子都薅过。沈大人，让开，我得给我爹做紧体检。不对，他体内的水银被换成了活血酱酱，他没完全死，他是被人用药物强行维持在假死状态10年之久。小牙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当年的殡葬手艺没白教你，连这活血酱都瞒不住你。这声音，南京城那个卖纸钱的吴老头，你才是白老牙的真正教头。锦衣卫是杀人的刀，而老夫是磨刀的人。你爹太倔，不肯带兄弟们倒戈，老夫他磨成最断也最狠的一把刀。祭天大典那天，让你爹亲手斩了万历，岂不美哉？不好，他要连同这些残次品一起销毁。走，走不了了。沈大人，帮我扛住这扇门。来福，把咱们备用的寒玉冰粉全给我撒出去，先给老爷子降降温。既然你们想玩死人复活，那老子就玩一场跨国转院。沈大人，名单上的人全是喽啰，吴老头才是大鱼，但他刚才说漏了一句，他想让老爷子杀皇上，这意味着京城大体内肯定有他的接应。你想怎么做？既然老爷子活了，那咱就按活人的规矩办。给东厂发信，就说我抓到了白劳牙的头领，但人快死了，急需送进宫里的太医院抢救。你要带着怪物进宫，不仅要进宫，我还要请万历爷亲眼看看他最信任的御医到底是在炼药，还是在炼鬼。李小牙，你疯了！带个死活不明的逆贼进宫，魏公公都保不住你。这若是起事惊了驾，你是要被剐了喂狗的。公公，这就是奇货可居。这棺材里装的不是逆贼，是大明朝的生死簿。要是让吴老头的人先动了手，那才叫真没命了。慢着，例行检查，开棺。大人，这里面装的是东厂和北镇抚司联手密办的政治标本，上面涂了西域的剧毒。你要是开了盖儿，这方圆百步的人都得陪葬。您确定要看？耽误了皇上的丹药引子，你担得起吗？哼！张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听闻您最近研发了一种返老还童的圣药，需要用到大量的水银和砒霜。下官特地送来一个李安试验品，您帮着瞧瞧。李大人说笑了，那是道家的外丹之术，老夫并不精通。不精通？那为何我爹体内的活血酱和你这药柜里失踪的七叶一针花对得上号？张大人，吴老头托你炼的不是仙丹，是这尊杀人王八。张爱卿，李小牙说的是真的吗？小牙，你既然说这活死人能擒王也能弑君，那朕问你，该如何解？皇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吴老头用声控，下官就用针灸，这叫物理屏蔽。出家来福，泼黑狗血啊！不，泼那桶老子配的镇定催眠剂。老爹，是我呀，我是你那个天天在坟头给你烧钱的亲儿子。你睁眼看看，这皇宫里的饭不好吃啊！坏了，
老爷子不仅没降温，反而因为认出我，彻底暴走了。小牙，既然你带你爹进了宫，那就让这场父子局变成大明王朝的终局吧。李小牙，散手！再不撤，我就要砍了他的手臂了！别砍，这是原装的，砍了没处配货。少爷，老爷子这是要把您当成磨牙棒了呀！小牙，你爹这具身子，我用虎骨蛇胆淬炼了10年，只要这摄魂吊不断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忠心的恶鬼。杀了他，或者被他杀，你选一个。沈大人，掩护我！我不是要救他，我是要给他断网！老爹，你醒醒！南城风月楼的于婉婷还等着你回去喝花酒呢！你再不松手，我就把你那点私房钱隔壁王寡妇了！洛司公，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奇才。朕看他更像是个耍猴的。陛下息怒，李小牙自有他的歪理。既然你们用声音控制，那我就用气味屏蔽。老爹，这也就是你，换个人我非得收他双倍的整容费。没用的废料，放火把太医院连同那个不孝子一起炼了！要踩我的千年人参！姓吴的，你毁了我的买卖，还想烧我的人？沈大人，帮我护住老爷子。来福，把那桶特制火药给我推出来。少爷，咱进宫没带火药啊？谁说没带？这太医院里满地的雄黄、硝石和硫磺，不就是现成的大呲花吗？今儿个老子不给这皇宫放场烟花，你们真当我是卖棺材的吉祥物了？老贼，看镖！老贼，笛子断了，你这阴间乐团是不是该原地解散了？李小牙，你竟敢毁了白獠牙10年的心血！你以为断了笛子，这些死士就没用了吗？李小牙，你带你爹先走，这儿我挡不住太久。走？往哪儿走？午门关，这皇宫现在就是个大闷罐。来福，把咱们推车山的特制粘地盒拿出来。少爷，这东西是咱预备着补棺材放的，现在拿出来干啥？这些死人身上都是水银，怕热不怕冷，但他们怕粘，只要封住他们的关节，他们就是一堆废铁。既然练不成军，那老夫就亲自带你爹上路。老贼，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？我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送人入土安葬。老爷子，借您这金身一用。啊！我的眼睛！李小牙，吴老头抓住了，你爹还有救吗？救！老头子这一身的毒，估计得去南城那间最好的私人所住上个3、5年。大人，这账单记在北建府办账上。事儿办完了，你还留着这棺材盖干什么？吴老头只是个提神木偶，刚才他吞药的时候，我看他手腕上刻着一个标记，那是京城内阁首府家的家魂。沈大人，这大明的生意，咱们才刚做到中层客户啊！来福，别捡那些破药材了，去订一口全京城最贵的紫檀木棺材。咱们下个目标去首府大人府上推销长生9式套餐。少爷，咱刚在皇宫放完炮，这就跑首府门口吹喇叭，是不是太急着去投胎了？这紫檀木沉得要命，我腰都快断了。这叫趁热打铁。吴老头虽然栽了，但他背后的大腿没断。咱们不主动送货上门，等首府大人缓过劲儿来，送给咱们的可就是断头台了。哪来的疯子，竟敢在申大人府前闹事？锦衣卫又如何？没拿批证，照样滚蛋！这位大叔，别动气，本官今日不是来办案的，是来还愿的。昨晚太医院起火，申大人受惊了吧？我这儿有一副专门为内阁大佬定制的安神定魄床，冬暖夏凉，防火防盗。劳烦通报一声，就说南城李小牙送福报来。你等着。李小牙，你这后辈很有意思，在南京折腾赵万年，在皇宫折腾吴老头，现在竟敢把主意逮到老夫头上来。你觉得那节笛子能威胁老夫？威胁？大人痛然想多了。吴老头那是技术落后，搞什么活死人，多晦气。下官手里有一门生意，能让大人名垂青史，还不用背负叛乱的骂名。愿闻其详。大人们搞白獠牙，无非是怕万历爷修仙修疯了，最后把大伙都炼了丹。既然如此，大人何不做一个影子皇帝，也就是大明首届皇家遗嘱信托中心？名字取得花哨，你想要老夫把那些秘密证据交给你，让你来当这个中间人？3-7分成，我拿3成买棺材板，剩下的7成是大人您在朝廷里的话语权。只要那口紫檀棺材进了申府，就没人敢查这府里到底藏了多少活死人。李小牙，撤！这府里的人全是被拱封过的，申世行疯了，他把自己全家都改造成了死士。大人，既然生意谈拢了，那下官还得给您展示一下这紫檀棺材的终极隐藏功能。
来福，开载。这叫偷梁换柱。大人要是想搞祭天大典，用这尊假皇帝去吸引火力，不是比用我爹那个糟老头子强多了？李小牙，你果然是个天才。不过见过这东西的人都得变成我这府里的清灵卫。你说你是想当管家，还是想当药引子？坏了，牛皮吹大了，这回真要跟首府大人合葬了。李小牙，这尊金身像确实精妙，但老夫更喜欢活人的嘴颜。既然你对拱枫术这么有研究，不如亲身体会一下。少爷，我就说这紫檀木克我吧，咱这回是要跟金皇帝睡一块儿了。申大人，别急着灭口。您看这金身像栩栩如生，难道就没发现它少了点什么？李小牙，这帮怪物皮比铁厚，砍不动。别硬砍，用火！青鳞是引由于体内猛毒过重生出的结晶，遇热即化。来福，散开，给大人表演个云雾修仙。你竟敢毁了我的清灵卫！你以为你能活着出申府？大人，我进府前也申府的装修图纸抄转了给了东厂。曹通公现在估计正带着拆迁队在门口听相呢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得跟大人收笔工伤费。大人，这尊金像里其实还藏着一个扩音装置。刚才您承认想要引子皇帝的那番话，已经顺着这金像里的传声筒传到这书房外面的树洞里。我那兄弟沈炼就在外面当听众呢。你算计老夫！这叫全屋智能监控。大人，与其当反贼被灭门，不如咱们合伙把这青鳞毒的解药卖给皇上，就说您是为了帮皇上实验长生药，才不惜以身试法。这功劳够您再当10年首辅了。李大人、申大人，这半夜3更的，怎么闹出这么大东西？曹公公，大喜事！申大人为了测试皇上的安保器，特意安排了一场夜袭演练。瞧，这紫檀棺材里装的都是逆贼留下的赃款，申大人正打算全部捐给东厂当伙食费呢。正是，李大人真是后生可畏啊！嘿嘿，又敲了一笔。那不是吴老头的人，那是白獠牙真正的宗主，大明唯一的鬼像。阿里，你刚才说那是谁？鬼像？这名字听起来就不像能活过大局的样子。白獠牙的宗主，传闻他已经活了2个朝代，他手中的百官宋钟名册，只要勾谁的名字，谁就活不过3更。申时行被勾掉了。李小牙，救我！我操，大人，您这演技也太逼真了。不对，这是血银子，不是中毒，是远程激活。那鬼像手里有名册的附卷，他能控制所有接种过青灵药的人原地火化，杀人灭口。这白獠牙是想把内阁的高层全部清理干净。李小牙，不止申府，刚才京城内同时有6宅邸冒出绿火，全是当朝重臣，京城已经乱了。来福，把那口紫檀棺材给我推过来。既像要送终，那我们就去抢生意。他能勾名册，说明那名册和这些人身上的毒有感应。阿离，沈大人，去通知骆指挥使，全城搜索白发赤蒙不长正直的变态。你疯了，那是送死。我爹还没彻底清醒，申首府这笔尾款我还没收全，想让我客户全死光。问过我这个大明第一殡葬朱泽了吗？这是少爷，今天就是3月17啊！调虎离山，他勾调百官是为了清场，他的目标是万历。坏了，我给皇上送的那尊金身像里，我为了增加音效还加了点特殊燃料，要是被鬼像利用……鬼像，你个卑鄙的小偷，连我给皇上预备的火葬礼包你都敢偷！李小牙，你刚才说在金身像里加了什么？快说！我为了让那金像能发出龙吟，在肺部装了特制的震动火粉，那是遇强声波就会自燃的东西。原本是想让皇上听个响，谁知道那鬼像的笛声频率能对上啊！万历，你求长生，我便送你一副永恒的金身，只需这业火焚尽龙气，你便能与大明江山同享。真是大平天子，你这妖孽竟敢弑君！妖你个头！又是你，李小牙。名单上你的名字已经变红了，红了说明我要走鸿运。沈大人，拦住这老白毛！曹公公，叫你的人往金像底下泼水，越大越好。来福，把我的专业隔热布拿来，我要给皇上换个发型。陛下，捂住耳朵，蹲下。这尊金像里不仅有火粉，还有臣给您预备的护驾莲花。
这是断魂胶，是加了绳石灰的断魂胶。你的血引子怕热，但你的肺怕辣吧？在这烟雾里，我看你怎么吹笛子。毁我鬼金身，李小牙！大典那天，我定要你亲手埋了你爹！李小牙，你这护驾的手段真是让朕毕生难忘啊！陛下，这叫烟幕退敌术，虽然味道冲了点，但胜在成本低，见效快。这金像损毁严重，臣建议陛下再拨一笔灾后重建费，臣保证给您修的比原来还能响。李大人，不好了，刚才内城监狱被劫，你从南京带回来的那个赵万年不见了。赵万年不见了，哼，看来鬼相也缺个干苦力的。来复回办事处，把老爷子看紧了。真正的送终，怕是才刚刚开始。少爷，赵万年那老小子跑了，肯定是找鬼相搬救兵去了。咱现在就像是案板上的红烧肉，全京城的坏人都盯着咱呢。怕什么？赵万年跑了是好事，他要是死在监狱里，咱去哪儿找鬼相的老着？我故意让沈炼在牢房门锁上留了道，叫放长线钓大鱼。宗主恕罪，属下本想趁乱杀了李小牙，可那小子在牢房里撒了化骨散，属下差点就交代在那儿了。李小牙，他是在逗你玩，他想让你带路，带我去那场祭天大殓的真正祭坛。既然他这么想玩，赵万年，你就送他一张预售票。李小牙，不出你所料，赵万年露头了，但他没杀人，而是把这东西钉在了通政司的门口。这老白毛还挺幽默，跟我玩跨界营销。主讲人是他，那听众是谁？听众是明天要参加祭天大典的文武百官。李小牙，皇上已经下旨命你为大典安保副总管，这摆明了是要你拿命去填那个坑。填坑？不，我是去团土的。阿离，去帮我几百找信得过皮的乞丐。既然鬼相要搞论坛，那我就给他搞个全球同步直播的送葬礼。少爷，在天坛底下埋炸药，这要是被抓住了，9族都不够杀的呀。这叫防御性爆破。鬼相想让那些清临死士从地底下钻出来，我就先给他们在地底下安个弹簧床。沈大人，你那边准备好了吗？东厂的曹公公已经把灭火凝胶调包进祭天的酒狱里，只要鬼相敢放火，咱们就让他知道什么叫透心凉。李小牙，这张票你接得住吗？老贼，你敢拿我爹当风筝耍？老白毛，你玩的挺脏啊，拿我爹当定滑轮。李小牙，龙辇洞你父王，龙辇亭君主威，大明最出色的入殓师，这道题你打算怎么埋？不行，丝是千年残金做的，寻常刀刃根本切不断，反而会加速收缩。来福，别跑土了，把咱们南城物业的特制润滑油混合了猪油和墙里的粘液，给我泼到龙辇的轴承上去。沈大人，放礼炮！既然切不断，那老子就给你变王！老爹，对不住了，这顶重千金，委屈你当一回压舱石。愚蠢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他？但银丝上涂了青鳞散，只要见血，他立刻就会化成水银。老子是干什么的？我爹身上穿的可是我花重金打造的防腐纳米蚕丝护甲，只要我这根定猎针插得准。李小牙，你这祭天的仪式确实够别致。好一个李小牙！但你忘了，这祭坛底下还有我送给万历的百官陪葬团。沈大人，别管百官了，把咱们那口终极黑棺推上来！我要给这老白毛办一场全大明规模最大的现场直播葬礼。老爹，看好了，儿子今天教你什么叫死而复生的最高境界。小牙，钱收齐了吗？老爹，您可真是我亲爹，命都快没了，您还惦记那点尾款？废话，老子在棺材里躺了10年，利息得算清楚。不可能！李牧阳，你中了生化活体实验的10年缉毒，应该早已神智全无。老白毛，你忘了，老子当年在南京是干什么起家的？老子是药师的祖宗。老爹，儿子给你打辅助。沈大人，清场！陈年的老白干，看镖，看灰，看老子的生飞锤。这10年，老子在梦里把你埋了3000回。母牙，你杀不了我，早已把自己练成了长生瘾。只要我这颗心脏不跳，全京城的清理死士就会万历一起陪葬。
心脏不跳。嘿嘿，老白毛，你对现代解剖学还是不太了解。心脏不跳没关系，只要把你这几根生物粘血管给掐断，你就世尊连屁都放不出这个雕像。李小牙、李木牙，你们父子立下奇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臣别的不想要，就想求个大明全国连锁殡葬特许绳营权。另外，申首府欠我们的3万两装修款，能不能请陛下帮着催一下？利息，还有利息。李小牙，别数钱了。刚才清理清现场，发现鬼像的衣服里是空心的，那真身进宫了。我操，那是脱壳术！老爹，快，咱进宫抢救皇上的司库。利息还没算清楚，他就想跑。我就说那老白毛身子骨怎么那么脆，原来是个充气娃娃。老爹，这脱壳术是大明的黑科技还是忍术？咱们要是去晚了，万历爷的司库怕是连个尿壶都不剩了。闭嘴，那叫缩骨夺舍。真正的鬼像这10年一直躲在宫里，吴老头只不过是他的发声筒，他在找那一枚见闻医宝，传闻是能解万毒的活太岁。他从地砖缝里钻出来，杀了所有的守卫。李木牙，你终究还是找来了，带着你那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儿子来给大明朝陪葬吗？陪葬？小弟弟，你对我们李家的业务范围还是不太了解。我们不仅负责送终，还负责旧屋翻新。老爹，他脚下那块砖就是活太医的藏宝口。知道的太多，死得越快。动我儿子，问过老子的棺材板没有？既然打不过，那就断了他的念想。这就是活太岁，长得跟个大号牛丸似的。老爹，接货。他是我的长生呀！长生？老子让你永生！初中化学没学好是吧？酸碱中和放出的热，足够把你这身人皮伪装给烫熟了。李小牙，你居然用这种手段毁了见闻医宝！毁？那怎么可能？刚才扔出去的是我从太医院顺的红烧狮子头，真的这儿呢。臭小子，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？老爹，别谈钱，谈钱伤感情。咱们现在该谈谈怎么跟皇上要一个封口费，保住咱们爷俩的脑袋。李小牙，太岁有双，你拿的那一个是公的，母的还在你爹肚子里。哎，老爹，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？沈大人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鬼香走前那句母的在你爹肚子里，我以为他吓唬人，结果我爹这肚子真的在动啊！李小牙，你爹现在不仅是锦衣卫英雄，还是大明头号生化载体。张御医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活太岁分为5级，李老将军这10年被猛毒淬炼，阴至极阴。那阴级太岁怕是趁刚才混战顺着回家。小子，老子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杀过敌，入过殓，没成想临了还要坐月子，你赶紧给老子抛了他！抛不得，这太岁现在跟您的心脉连着呢，他要是死了，您就得跟着他一起下去，全程连锁。既然他是活的，就一定有胃口。来福，去御膳房把那桶最臭最辣最冲的秘制豆汁干给我端上来。少爷，您这是要杀太岁还是要杀老爷子啊？这叫物理性诱捕。太岁喜阴冷艳辛辣，我要用重口味把它从老鳖的胃里熏出来。老爹张嘴，为了咱家的家产，您就忍这一回吧。抓住了！抓住就好，那玩意儿在老子胃里闹腾半天了。这就是能让人长生不死的宝贝，怎么长得像个没毛的耗子？什么宝贝？这就是个吸收人体精气的超级寄生虫。皇上若是吃了它，不出3天就得变成鬼像那种老妖怪。李小牙，既然这长生是假，那真要这害人的东西何用？毁了吧！陛下且慢，毁了它太浪费了。这玩意儿虽然不能长生，但它能排毒啊！臣建议将此物交给臣带回南京，成立大明第1康复疗养中心。那些被鬼像害了的百官百姓，只要来臣这儿挂个号，包准药到病除。你这生意倒是做到了朕的心坎里。说吧，你要多少提成？李小牙，京城的事结了，你真的打算回南城当你的土财主？京城的水太深，不如南城的酒好喝。不过沈大人，你得帮我盯紧了。鬼像虽然倒了，但他在名乐上划掉的最后一个名字，可不是申首府，是这大明的气数。我带着太岁走，就是为了给大明留一副续命药。老白毛，原来你在京城玩换家战术！来福，别慢悠了，给老子火速回南城！我的地盘谁动谁死！少爷，咱家成灵堂了。王百户他们的官服被挂在房梁上，人全不见了。姓鬼的，在京城玩不过我，就跑来南城抄我的老底，这叫入殓师的禁忌。你动了我的客户。
你不是鬼相，你是当年那个下落不明的剑文后裔。名号不过是皮囊。李木崖，你活了10年，是因为我需要你的身体来温养那只母菜穗。现在既然小牙把它带回来了，咱们这桩跨越100年的丧葬合同该结账了。结账？好啊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南京特色服务。沈大人，动手！你以为我这一路狂奔是忙着逃命？我是在调集全南京城的专业资源。你手下的这些死士，怕的是阴阳失衡。我这儿有3000担陈年石灰和500罐黑胶，包准把你们全会墙上当标本。做生意讲究个全尸。鬼相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入殓。入殓师不只是送人走，更是要把该留下的魂给老子留下来。小牙，你再来晚半数，老子就真成你客户了。他给我，大明江山本该就是我的。想要送你了，这可是阴阳融合版，加了料的。臭小子，经此一夜，咱们李家在南城是待不下去了。皇上那边，皇上说，由于咱们救驾有功，特封我为大明皇家丧葬总顾问，全权负责皇陵的装修扩建。老爹，咱们这回要去北京开总店了。李小牙，别做梦了，圣旨后面还有半句：即刻动身赴边境调查鞑起尸案，不得有误。万历这个坑货，老子才刚回南城，茶都没喝上一口。少爷，棺材我擦亮了，咱们是走水路还是陆路？走陆路，沿途的生意，老子一家都不放过。阿离，把刀收好。老爹，咱们走去边境，给那些异邦的僵尸办一场地道的大明葬礼。